距离冰藏之礼还剩下不到2日了，这桩大事终于要有一个了结了。我记得苗样的活你早就做好了。这么晚了，你还在画什么？原来画了座房子。怎么不说话？剑匣已经完成了，我一时睡不着，所以就描个图来看看。其实姑姑留在青丘的狐狸洞，我住不习惯，我早就想在外面的竹林盖一个小竹楼了。而且这个图我以前描过，只是没有你跟小狐狸崽子的握剑，所以我想要重新描一遍，让米谷给我盖一栋。虽然你1年之中在青丘可能只有半年留宿，可是我觉得这件是给我的。我倒是挺闲，太晨宫和青丘都没有太大所谓，可以一直常住在青丘。但我以为我是宿在你房中，为何又给我另置一间？这就是我考虑的周到之处了。万一我们吵架了，那你要住哪儿啊？没有卧间，难道你要睡书房啊？我觉得我再如何惹你生气，你也不该将我赶出去。先不聊这些了，这些都是细枝末节的事情。现在最重要的呢，就是要想一想，到底要给狐狸仔留几个房间备着。你觉得留几间好？留几间就是生几个，是这个意思吧？那留1间就够了。可是我想留2间，因为狐狸仔有2只才热闹的。可是呢，我又在想，如果说他们2个人玩得亲，就不亲我这个娘了，到时候不同我玩，我该怎么办？那就生2个。这张图你也不用动了，把我的那间给他们，就这么定了。可是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不睡觉，哪里来的小狐狸崽子？可是我的剑匣你看了吗？我做的好吗？看到了，做得非常好。你得去补一补觉了，跑了这么多天了，你不累吗？来人还真不少啊！青丘作礼，历来不张请帖。八荒仙者，有意且有空的，来者便是客；无意或没空的，也不勉强。说得好，这就是青丘的做派。不过，尽管如此，什么样的规格，什么样的场合，天上地下排得上号的神仙们，会来哪几位？还是估摸得出的。帝君，请坐。上神，帝君一向不爱凑热闹，今日怎会来参加小九的冰藏之礼？这个嘛，日后自会分享。这冰藏之礼可有什么讲究？今日凤九殿下将提着刚铸成的何须剑穿过此阵法，过得了才能踏上百级草阶，藏剑于圣峰中。若是过不了，就得重新占卜，待100年之后再行一场冰藏之礼。此阵法何人所设？这阵法是在冰藏之礼开创之初，
由白纸帝君亲自种下的法术。待礼台开启之时，法术亦自动开启，合成难以预料的法阵。既是白纸帝君亲自所设，想必不比等闲。这桩礼之所以盛大，是因为他对新君的严苛。若是输了，在这之前100年间铸剑的心力全毁不说，还丢人。以小白要强的性子，难怪他要连夜通宵了。你算是有眼福的，能亲眼见得凤九的冰藏之礼。他们青丘着盛装行重礼的机会很少，一生中最重的一场礼，也就是这个时候了。前些日子，叶华那小子同我喝酒，言语中十分遗憾，未能亲眼见得白浅上身的冰藏之礼。他只能从典籍中的字里行间去想象他当年的模样。你说，小白他刚出生时是什么样子？你这话可千万不能让叶华听到，保不准他以为你在气他。同是青丘的女婿，他可比你早先行事，经验丰富，小心他给你使绊子。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你说这个，小白给我做的零嘴，怕日头晒化了，拿琉璃盒子封着。人家今日要在八荒成千上万的仙者面前尽大礼，你竟然令别人给你做零嘴，你是否无耻了些啊？你可不要冤枉我。我第2次见小白的时候，他就将花盆往我头上踢，还能镇定自若的嫁祸给尼姑。区一个小镇长罢了，你以为他那么容易紧张吗？按照位分，凤九的爷爷也坐在你的下手，他竟然有胆量敢拿下你，这种场合，果然他无需紧张。时辰已到，请各位仙者静心观礼。冰藏之礼，现在开始。就这么打着慢慢拖时辰，肯定是无法破阵的。爷爷施下这个阵法，虽每一回生出的法阵都不尽相同，但结阵的仙者始终是10人。这么说的话，那多出来的众人之影，只可能是幻影。
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跟自己心仪的人眉来眼去，这种勾当我竟没干过，真是枉担一个情圣的名号啊！终于可以好好显摆显摆这几日辛苦做的剑侠了。情义何须？藏此堂庭，武德永固，佑我东荒。少卿大德，承此玄命，情义何须？藏此堂庭，武德永固，佑我东荒。哎呀，真是一个诸神共享的盛宴呢。不过依在下看来，凤九殿下这次的冰藏礼好像少了一个步骤。聂初隐此时出现在这里，说这么一番话，摆明是来踢馆的，不知道青丘如何应对。本君听闻，魔族一贯潇洒，不拘礼法，却不想玄之魔君倒是重礼得很。今日我们青丘在自家地盘上行一个古礼，还累玄之魔君大驾前来提点一二，真是惭愧惭愧。白衣上神，此言就诧异了。提点2个字，真的是折煞本君了。不过在下有幸在洪荒时代看过2场冰藏礼，甚为向往。我记得当时事件之后皆为比剑，为何现在轮到凤九殿下，事件之后变为藏剑了呢？怎么回事？我听闻青丘的冰藏之礼确实有比剑这一环节，同辈的仙者们皆可挑战新君，输了到5方，赢了可以得新君一个续命。那为何近来的冰藏之礼却取消了这个环节？我听闻白纸帝君之所以定下这个环节，是为了激励白家的子孙自小修习，在同辈之中拔得头筹。可后来轮到了白浅女君时，帝后可怜她是个女儿身，就天天跑到白纸帝君面前去哭。白纸帝君后来也生出了一丝恻隐之心，就将冰藏之礼中比剑这一环节自动取消了，且默认今后青丘若再出女君，也可自动取消比剑这一环节。既是如此，聂初隐今日前来比剑，岂不坏了规矩？可惜就是这事儿并没有载入青丘的礼册，也做不得数啊。他今日前来，还能捞上一把，于情于理你还说不了他什么。既然青丘的冰藏礼法则未变，就该有一场比试。一直听闻凤九殿下剑术出神入化，在下想与凤九殿下切磋一二。即便该有一场比剑，魔君与小女也当不得同辈2字，又何谈切磋？还请魔君自重。白衣上神此言又诧异了。在青丘，凤九属于孙辈，在下也是第3代魔君。那这样看来，我和凤九属于同辈了。白衣上神，在下最新剑术，诚心想与凤九殿下切磋一二。我是魔族的人，但也是输得起的人。难道凤九殿下是神族的人，却是个输不起的人吗？哼，原本是一场你族内的比试，他这么一说，倒成了2族后辈的较量。神魔2族今年虽然修得睦邻，但终究在根儿上有了嫌隙。小聂魔君这么一挑衅，8荒6合都在看着，这下小酒不上也上。我倒是不明白了，他放着好好的魔君不做，非要来凑这一场热闹，还落下个以强凌弱的名声。父亲，既然魔君执意赐教，也不知何时能够遇上这样的高手。小九愿一试，定会有许多收获。凤九殿下快人快语，如此甚好。请赐教。
看来是聂某高看了凤九殿下的剑术，神族之剑不过如此嘛。魔君虽长了我8万岁，约莫大了我3倍，但魔君与我毕竟是同辈人，竟没想到能赢了凤九，凤九真是心服口服。殿下还真是牙尖嘴利，不过这场比试是在下赢了，成王败寇。殿下答应聂某的承诺。等等，魔君啊，这青丘的冰藏之礼比剑这一环，乃是新君夫妇共同进退的一环。虽然你赢了新君凤九殿下，但还未过得了新君王夫那一关。你要拿青丘的承诺，似乎早了些吧？她嫁了，嫁了谁？莫非？既是三殿下所言，大致没错了。王夫，在下未曾听闻凤九殿下有王夫，但没关系，在下也未必打不过，请上台吧。可以开打了吗？我出去磨了个剑。早知道你会输，不用觉得给我丢了脸。累吗？不累，怎么就输了呢？无妨。你觉得能跟本君过几招？帝君抬举了。这场比试应是同辈人之间的切磋，在下与帝君隔了一个洪荒，并非是同辈人呢。你说同本君不是平辈，本君为什么同你不是平辈？他是本君的帝后，同本君自然是平辈之人。你方才说你与他是同辈之人，那你同本君当然是同辈之人了。听说你最新剑术，真巧，本君也最新剑术，可见你我有缘。开打吧，让你3招。帝君好功力，在下败了。他小小年纪，竟也学会了先斩后奏。哼，我看是有人教他的吧。你做得很好。你的伤势如何了？不碍事。聂出银圣凤九虽胜之不武，你也不应该意气用事，硬生生劈断了他的剑啊！他会偷用术法，你就不会吗？你这仅凭1成法力进入阿兰惹之梦所受的伤还未痊愈，这又动了多少元气啊？无妨，只要稍加调息便可。你先回去吧，我等着小白一起走。你为何这般看着我？你跟凤九的这段情缘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真不动则已，一动就跟天雷勾动地火一般。但凡与他沾上边的，你都是这般半分都不肯相让啊！哪里还有稳坐太晨宫、不理世事几万年的尊神模样？那跟程昱沾上边的，你可曾让过半分？我去找小白了，一会儿还要同他一起去拜见岳家。
你这样孤家寡人的，还是快回宫去吧。若是有个意外，恐怕过个几万年都没人发现。说起这桩婚事，帝君千万年来见过的女仙不少，何以独独挑中我家凤九做你的帝后啊？我对她一见钟情。帝君这信口胡说的功力真是越来越深厚。小女平素顽劣，得帝君青睐，真是青丘之福。如今凤九成了东荒的君位，这丫头毕竟年少力浅，还望帝君一切多帮衬。那是自然，不过上神亦不必担心。小白十分能干，大到除妖斗魔，小到除善手艺，都十分出色。除善手艺？小白做的糖醋鱼滋味甚好，本君十分喜欢。没错，凤九除了糖醋鱼，那油炸兔肉丸、罗汉八珍、小敏兑鲜参，样样都出色。帝君以后若是想吃什么，随便吩咐他便是。好，娘，我又不是厨娘。再说了，这九重天上难道还没有厨子吗？可不知道帝君准备什么时候办婚事啊？这桩事本君一直搁在心上，本该一出谷就来青丘叨扰，但听说青丘择婿十分严格，小白担心本君这个女婿合不上长辈们的眼缘，而终日忐忑，所以本君也不好贸然拜访。合不上什么？小白担心本君这个女婿不符合青丘择婿的条件，既不是三代世家，目前也无法手握重权。只是事到如今，八荒六合都知晓本君是青丘的女婿了，即便合不上眼缘，也只有请青丘将就一下了。帝君言重了。本君亲自占算过，5月初6就是个好日子，不如今日就定下来。5月初6岂不还剩10天了？这么快，我们怎么来得及操持？毕竟是帝君大婚，简单不得呀。无妨，小白平日素爱热闹，一切都随了青丘的风俗即可。太晨宫管事，仙官重临，行事十分稳妥。太晨宫同青丘一同齐心举办一场婚宴，定错不了。只是成亲的地方，本君虽无父无母，但也想在同生同长的碧海苍陵才好。碧海苍陵，如此圣地，乃是父神赐予帝君成长的地方，怎可被我等去叨扰？怎是叨扰？我同小白最重要的是，也该让八荒的众神在碧海苍陵一同喝一道喜酒，方显郑重。帝君为了凤九，竟然愿意打开碧海苍陵。对你实是受了白翼上神的请求。我还以为你是受了白珍的托付，也要来训斥我一二。训斥？普天之下，四海八荒，谁敢训斥你呀？我和小白大事已定，你们按辈分，如今都强出我一头。那是。哎，神魔大战的时候，白翼曾在你麾下抗敌，这数十万年来，他听你说的话都还不如今日你说的多。本来你的一番话他是不敢智慧的，可凤九是他的心肝宝贝，就这么被你拐走了，他这心下如何能平？你可知道，他是不赞成这桩婚事的。哦，倒不是嫌你俩辈分悬殊，而是凤九实在为你吃过太多苦。凤九当年为你做的那些事，白毅现在已经全部都知道了。身为父亲，他甚感痛心，对你呀是耿耿于怀。他的心情，我可以理解。哦，你理解？你做过父亲吗？不过如今小九一心要向着你，你又在冰藏之礼上弄得人尽皆知，白毅自然不便说些什么，所以他让我来问问你，不知你愿意给凤九一个怎么样的未来？白翼上神需要本君一个承诺，本君了然，本君亦可给，但这个承诺却不同于寻常儿女的婚约盟誓。不知是个怎么样的承诺？世间之事变数甚多，每每无常，未来如何，本君亦算不出。若他白家想要问本君要一个未来，
只怕是一纸空约。我不知能否给小白一个岁月静好、安康美满，但却愿许小白一个自由。自由？对，自由。小白性子活泼，本君愿由他由着自己的心性任意生长，只要本君为他的夫君一日，便不会强迫他做任何事。小白所做的任何决定，皆由他喜欢。我爹同意了。那你到底是同我爹讲了什么，他才同意的？干什么呀，神神秘秘的？你到底同我爹讲了什么？你不需要知道。还不说，神神秘秘的，快说！所以，你到底同我爹讲了什么？我说了，我要带你去我的老家碧海苍陵补办婚宴，那里风光宜人，方便你好好调理身子。顺道再多生几只小狐狸。你又骗人！我没有骗你。玩累了吧？玩累了就睡会儿，乖乖睡。好漂亮啊！这里真的好漂亮，比九重天漂亮多了。你为什么不住在这里啊？这里太大，一个人住有些空。以后有我陪着你。你看，来，哇，真的好漂亮，但是这么空置着真的好可惜啊。不如以后我们就在这里呢种一片柚子树，然后再种梨树，然后那边再种一些葡萄。在这里再修一个长廊，再弄一个假山。然后在那边那片空地上种一些你喜欢的佛莲花。好，都依你。那你还想要什么呀？都是给我的，你呢？我呢？我想要在这里修一个小荷塘，然后呢再安一个小亭子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纳凉看星星了。